盘点海贼王中潜力巨大的恶魔果实第2期。BB 果实，一个被卧底当务的神级果实，只需动画笔就能实现许多其他果实的能力，甚至做得更好。能力者可以将自己画出来的事物化为实体，堪称海贼王版的神笔马良，超受伟化。如果这个画作是某种生物，变成实体后还能拥有生物的意识，而实体力量的强弱则取决于能力者画技的精湛程度。如果画出来的画太粗糙、太难看，实体的能力也会变弱。黑炭看始郎在身份曝光前就一直克制着自己能力的使用，在同伴面前隐藏了自己真实的画作水平。也正因为此，我们才看到了类似花中雀、龙之介、猫左卫门、虎三郎等等，明明不是海贼王画风却很可爱的动物。按照看始郎的说法，这些画作变成的动物，由于本体是墨水，所以也很害怕水的冲刷。然而当他黑化后，拿出真正的画技，画出来的物体不仅造型逼真，而且也不再惧怕水，甚至他的招牌必杀墨之剑服饰咒语绘图，就如同一场锋利的暴雨。后来还上演了一次假玉田的戏码。这个能力如果开发好了，看始郎完全可以画出各种人物伪装，轻而易举地骗取他人的信任，潜入各种组织内部刺探情报，即便最后被人发现，还可以远程爆炸，最后给对手造成破坏。只要画技够强，画出来的生物也具备强大的能力。看始郎画出的仙鹤又拥有完整的飞行能力，这在海贼王世界中已经属于稀有能力了。同样道理，他也可以画出其他幻兽，将其变为实体，召唤出极为强大的怪物，比克利架的饼干大军更加无界。看始郎还能画出食物，虽然味道似乎不怎么样，但勉强可以充饥，不用担心食物的问题。我不禁想到，如果让看始郎看到了冥王的设计图，照着设计图画出一艘战舰，结果会怎么样？大概也是因为这个能力太 bug， 最后尾田安排看始郎以火前法的方式燃尽了最后的生命。输出果实，一个因为配角戏份太少而被忽略的果实，实际上却有着难以想象的潜力。首先是战斗能力，能力者能够操控特殊的书本，让自己或目标进出书本世界。这个虚拟世界里的事物完全由书本内容定义，看起来如同一个幻境。而能力者可以穿梭在书本世界的各个角落，相当于给自己创造了战场的地利。当书本合上时，这个幻境也会立刻消失。等对手回到现实时，已经不知不觉落入了陷阱，堪称低配版的无限阅读。但除了战斗以外，输出果实还有更加惊人的用途。由于书本遵循的逻辑是每次翻开时看到的内容一样，所以被输出果实关入书本世界的事物都会获得另一种意义上的永生。它们不会变老，似乎也不用吃东西，但依然是存活的状态。翻开书页时还能与外界进行交流。事物被关入书本的同时，书本也会同时出现相关的文字说明，如同万能图鉴一样。比格曼的图书馆里就用这种方式收集了来自世界各处的奇珍异兽，包括各种稀有种族的人类。世界政府耗费大量精力在海底建立了推进城，结果书本果实所构建的书本监狱及效果拔群，使用方便，某些方面来说更加难以逃脱。换个角度使用这个能力，如果想要让某个人得到永生或者暂时躲藏，就可以让他进入书本世界中。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，时间仿佛暂停，说不定被大妈关在里面的人和生物就有长达数十年的。书本果实唯一的弱点就是火焰，我可以把书本烧毁，能力就会解除，被关押在书本中的囚犯也会因此得救。考虑到海贼王世界中会喷火的角色实在很多，书本果实的氪星也挺多的。四分五裂果实，海贼王中第2个登场的恶魔果实。原本以为是一个搞笑能力，没想到他的能力者大神巴基如今已经贵为4皇。随着故事的发展，四分五裂果实也展现出越来越有趣的效果。首先，这个能力可以将自己身体的任何部分分裂成无数小块，并且每个碎片都是实体，也就意味着它不同于自然系果实的元素化。所以巴基对元素化的克制对四分五裂果实无效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在顶上战争中，鹰眼把巴基砍成了千层饼，巴基却毫发无损。但是鹰眼还愣了一下。这个能力可以说是所有剑士的克星，免疫一切斩击，已让巴基成为了唯一可以无伤速通推进成红莲地狱的人。不过弱点是钝击，刚好与路飞的橡胶果实完全相反。身体四分五裂后，每个部分还可以单独控制，被巴基用出了各种花样。他可以将双脚留在原地，然后身体其他部分漂浮在空中，在200米半径内的空间里自由活动，可以单独分裂出手臂去攻击对手，强行把自己变成远程射手，也可以将身体随意分裂躲避攻击，然后出其不意发动反击，还可以把自己的身体与车轮结合，组成一辆赛车快速移动。和许多早期的超人系能力一样，巴基的四分五裂效果只能对自己使用，但随着后期加入了果实觉醒的设定，超人系也有了更多的想象空间。四分五裂果实觉醒也有2种方向，第一种是像线线果实那样能够影响周围环境，那么巴基也许能够将周围空间分裂，达成极为恐怖的效果，就如同大家经常玩的梗，把红土大陆四分五裂。虽然不至于那么夸张，但是能够剥夺对手的立足点，也能在战斗中获得优势。另一个觉醒方向是像手术果实那样继续强化能力的特点，例如四分五裂在目前的基础上分裂成更小的碎片，小到连对手都无法察觉，如同灰尘一样的实体，使得任何攻击都无法有效命中目标，而巴基却可以随时发动进攻，变成一种极为难缠又很有威胁的能力。静止果实，
撑起了整个万国的神级能力，却因为能力者是一名搞笑女，一直以来被大家忽视。镜子果实的设定也是目前出现过的恶魔果实中最复杂的之一。能力者可以制造并控制镜子，光滑的镜面不仅可以吸收攻击，还能将攻击以相同的方式反射给对手。镜子的特点也被认为是还原闪闪果实的克星之一。能力者还可以把镜子照射过的人投影到动物身上或是自己身上，复制出一份镜像的外貌。再来看几乎是一模一样，但因为镜像的特点会左右颠倒，变身后的能力者不止外貌，连声音和招式都可以复制，甚至对方的果实能力都能够复制，但声音和身体一样没有变化。即便如此，也足够以假乱真，给对手制造混乱。但这颗果实的潜力还不止于此，它的真正威力在于镜世界。能力者可以通过镜子进入另一个世界，镜世界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空间，这里连接着周围现实世界里的所有镜面。对能力者来说，每个镜面都是一个出入口，可以自由穿梭。其他人则可以通过触碰能力者进出镜世界，这相当于是门门果实次元空间的另一个版本。不过镜世界有更多的功能，例如里面的人可以靠近镜子与外界通讯，每面镜子会记录反射过的人和物体。当镜世界里的人想要寻找某物时，就可以通过语音搜索，最接近物体所在的镜子就会指出该物体的去向，这就让镜子果实的能力具备极为强劲的情报能力。比格曼海贼团的情报员完全可以潜入镜世界中，只要房间内挂有镜子，就能打探情报。当面对敌人的追击时，也可以暂时躲入镜世界，只要没有能力者的效果，外人就无法进入，绝对安全。以上就是第2期海贼王潜力巨大的恶魔果实盘点啦。千奇百怪的超人系能力似乎是永远聊不完的话题，相比之下，动物系和自然系稍微逊色了一点，说不定还有更多好玩的恶魔果实等待挖掘。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，我是朱尔本，下期见啦。